1972年3月2日，一篇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大胆且详细的模拟出1972年至2011年人类会面临的困境。报告通过科学建模的方法，模拟出可能出现的13种未来场景。提出，按照当时世界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增长趋势，将在100年内超过地球的承载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能力均出现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而全世界的人们需要设计一种可持续的全球均衡状态。越早开始努力，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对当时沉醉于高增长、高消费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预判显然难以接受。而伴随时间的推移，报告预测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后续发展中得到惊人的验证，它对未来风险做出的警示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重视。增长的极限预测世界人口将以指数方式增长，再过30年达到70亿人左右，而现实中2002年全球人口为62.6亿，2012年为70.4亿。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得到证明，并验证了经济增长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扩大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绝对的鸿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进时运。喜欢我频道的朋友请点赞并关注，我会以案例带动影片节奏的方式进行，更方便大家理解。言归正传，掌握规律，采取行动。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模式，我把它概括分为3部分：人物其关系。我将尽我所能为大家进行相应的分析，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沟通或留言。我是亲达亚米。提到新兴时尚产业链，我再次感到羞愧。可持续的话题已在时尚界延续了10年之久，而进度呢却裹足不前，实在是谈不上所谓的新兴。让我们把新兴定义为新的希望吧，或许这样更加贴切。你们觉得呢？这个香港的牛仔品牌，它的商业模式是高级定制，产品的缝制线都可以在高温下溶解，方便回收或者拆解及面料的重新使用，这是有责任的品牌会采用的设计理念。我们来进行案例分析。高级定制本是奢侈品牌诞生的专用名词，它代表了所谓的上流社会。此名词在现代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被大规模使用。然而今天我们所提到的高级定制，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之一，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意味着购买发生在制造之前。高级定制的含义并不单一。第一种 made to order， 品牌根据可量化的需求进行创作，例如通过数据分析进行预测，比如 Shein。第二种 made to measure， 品牌根据消费者的身材进行创作。这2种不同的定义涉及到满足消费者2种不同的心理需求。第一种偏向即时满足心理，例如产品隔天送货到达。 Made to measure， 假设消费者得到完全符合自己身材风格偏好的产品，俗称天菜，就不会产生购物快感了吗？也一定会。例如男装品牌高级西装的定制，它指向购买高价值产品的消费群体。高价值并非单指价格，而是质量、产品延续性、实用性等综合指标。 Made to measure 其一，它会培养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针对一个你需要等待相对较长时间的产品，显然你在做各项决策时会深思熟虑，你会选择更加实用、有价值的、可延长较长时间的。其二，天菜型服装更有可能得到照顾、修理，具备较长的生命周期。想想是否如此？你非常喜欢的裙子，你当然会好好护理，而一件几十块的廉价裙子呢？ Somebody has to pay for that. 2020年电商服装退货率达到30%，历史新高，而大流行后更加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快时尚品牌 Zara 退货需要额外费用的新政策，美其名曰可持续，显然高退货率已威胁到品牌的核心利益。退货已发展成一个2060亿美元的产业。 PayPal 旗下就有这样一家公司，帮助品牌优化退货流程，推动智能交易。5000多家实体店组成的退货网络，使消费者步行即可到达，提高退货可持续性的同时，提升了消费者退货的满意度，而商家也可以显著降低运输成本和包装浪费。在此呼吁小伙伴们谨慎购买，减少退货。这就来到了第3部分关系，指的是与品牌有关系的第3方，运输方。送货初创公司 WeHaul 使用类似于 Uber 的电子商务送货模式，与零售商合作，通过自己的司机车队提供隔天到达的快速送货服务。WeHaul 在2月份以15亿美元的估值筹集了1.7亿美元，吸引了包括软银和老虎环球在内的投资者。这体现了与运输商的关系。合作的运输公司是否采用可持续能源运输，是否使用节省能源的科技性运输车辆，是否有创新的运输方式，例如众包等等。
其三，若你想与众不同，那么独一无二的设计会满足这类消费者的需求，尤其是追求个性的 Z 时代消费者。若我们以宏观角度去剖析，这涉及到一个潜意识的思维，不断鼓励消费才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以致整个产业发展到生产过剩。然而，逆向思维反思一下，这是否具备绝对性？请大家保留这个想法在脑中。我们回到案例分析，今天我们所提到的高级定制是第二种定义，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之一，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其一，避免了产品及材料的浪费，例如快时尚的生产过剩。其二，采用人工智能和 3D 扫描技术，这不仅仅是科技与时尚领域的有效案例，根据身材定制，穿着更为舒适，消费者的满意度会上升。其三，使用生涯结束后，品牌对旧品进行回收，不仅可以维护与消费者的长期关系，增加消费粘度，同时还提升了环境友好的品牌形象及品牌忠实度，形成商业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相对一个著名的歇后语“赔本赚吆喝”来说，这个商业模式就不仅仅是赚钱，同时也赚了吆喝。案例中我们提到产品的缝制线都可以高温溶解，这就引出一个可持续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理念。重要的事情我们讲3遍，就是可持续设计理念。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呢？本期节目中，Chindayami给小伙伴们介绍了时尚可持续产业可供选择的商业模式、高级定制及会员制、时尚可持续产业链的运行模式，概括总结人物关系中的关系，即品牌与运输方的关系，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下期我们将继续深入讲解时尚可持续产业链的运行模式。感谢大家的观看，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及分享。Chindayami与你相约下期再见。